麼澤字也有，然后我们看泽字变化，泽字变化这个虽然也做的是一个点儿，那为什么它做一个点儿？它占这块空间啊，它散在这个是顶天立地的感觉，左右之间是横铺的感觉，那么靠这撇拉出去。那么看到这儿了，它就全部往里收，全部往里收拾，里面这个点儿就不会那么開張了，因為它壓緊了。那麼這撇兒也不是很往外出了啊，那麼它就變成了收緊的樣子。這個到這個房玄齡的時候呢，你看這兩個點兒就有拉開的趨勢，看拉開的趨勢，散開的趨勢，這一豎也非常散，看到吧？一豎非常散，就形成了一個又有韻律但是很散的感覺。因為它房玄齡碑和這個伊闕佛龕碑有相近地方，都是整體散，但是產生韻律。那麼再看雁塔聖教序，它就出現了變化，變化在哪裡？尤其是這個點上，它這個點採取什麼？斜點。斜點是什麼？一佔空間，二生韻律。你看兩個斜點，它為什麼能斜起來？就證明其他部分能跟它搭配出來。我們再看道，道字裡面，我們看那個，這就一個道，這是兩個道啊。這個道你看這中間的空間有多大？為什麼？因為它保證走之的邊緣頂上槓，頂上邊兒啊。這個呢往回一收，所以相對來講啊，中間的這兩個空間變小了，字變方了。但是你看它裡面這個字，這個手裡面這個字，這是被擠正了啊，被擠正了。到了這個時候，我們看它的走之已經開始深了，很舒服。但是我們看這裡面，尤其是看這個道，當然這個都有啊。你看這個道之間距離大了啊，這個呢，你看這裡面有彎曲了啊，這個呢不太明顯，這屬於最平整的一條道。那麼這個呢，這一道往前一鏟，它往後面倒了，就說明什麼？它開始有姿態了。雲字也是一樣啊，雲字裡面的話呢，就是這不用講，還是這個道理。字形只有這一個略微有一點點的不同，那麼剩下都是用這個條從中間挑起來啊，都是挑起來。那麼我們發現這個雲在這裡面，它會往上跨一點，它動感強一點，裡面這些動感強點。那麼最後這個呢，跨的不是那麼厲害，它就是顯得平穩一點，優雅一點啊，它不一樣了。那麼我們再看世界式，也同樣道理，是吧？世界式裡面呢，這兩個式，你看這個式是完全把筆畫分開來了，而且兩頭頂在這個格上頭。那麼這就收緊了，在收緊的時候，按比例來講，這兩頭還是長了一點點，但是這塊已經縱向已經開始有收緊了，顯得很緊。尤其是我們看這塊非常的緊，這塊雖然它們倆密，但是顯不出來它的緊來啊。那麼它這兒已經開始緊了，這開始活絡，把這幾個小數用不同的感覺搭開來，那麼到最後它就開始產生韻律了，看了嗎？這個數是什麼樣的數？這是什麼樣的數？這是什麼樣的數？你看，產生韻律感了，而且這還不算，橫還加進去了啊，這個橫還加進去了，這個韻律感姿態就明顯變化了。然後我們再看看這個妙字啊，這個妙字，這個妙字來講，這就是非常標準的一個妙，所以標準就是完全攤開的妙。一擠，我們來看這一擠啊。這是斜的嘛，它就有點在裡面找空當的感覺啊，比較擠。這個裡面呢就拉開來了，看，全拉開來了。但是拉開過程中呢，這塊啊還是原始狀態。看這個，這裡面就開始出現變化了。這個變化你看，它虛的變化，它實但是短的變化。那麼這個就是走橫式，這肯定旁邊的字有受它影響了，所以它走出橫式來。這個在虛的時候呢，啊，也是說明它在起伏過程中，這妙啊，這妙啊，這一妙，妙出這個妙，聲音沒了，啊，這種感覺。這房玄齡碑啊，
你要是沒有走出那個感，你看剛才我寫這個字的時候，基本都已在尖兒上走動了，尖兒上走動。來，我們写了一個，先寫一個這個，来，我們走走韵啊，妙。哎，它是这麼走动的啊。我们看体。这麼寫的啊，笑，為，啊，中，自，家，啊，有很多人講說，哎呀，這個毛筆字，你看你這個字，你這個字這個筆畫一定，崔老師你沒寫好，不是的。有的人說，哎呀，這個字不好寫呀，哪個筆畫不好寫？書法沒有一個筆畫不好寫的，書法裡面也沒有一個字，因為某個字某個姿態讓你覺得不完美，所影響整個篇幅的。他在寫的過程中，他是可以流露出一些並不完美的地方，那有的时候恰恰的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陪襯。如果处处都完美的话，這東西就假的不可再假了。我們再來看一些地方。另外呢，書法家在寫的過程中，他每個筆畫對他來講，不是這個筆畫非常的完美是的目的，是在這個筆畫在這個過程中，在這個位置上頭，它恰如其分的讓人得到的那種感受就可以了。不是說他非得要，我們所謂的完美就是我們見到的碑帖都會有修飾，我們見到的這些碑帖裡邊沒有一筆有問題的。當然能寫到嗎？能寫到，不在乎這個東西。你比如說弱字，你看左邊是挑，看見嗎？那麼右邊是什麼？右邊是兩橫啊，這通常都是如此。羽毛的羽字左面挑，右邊兩橫，是吧？你看，這是我自己寫字的篤定感，和我去臨它的時候就不一樣。但是我這種臨，說實在的，比一般的人臨起來的話，已經相當的有自己的這種感覺了。再三聲明，從來沒臨過此帖。如果不相信的話，大家去找，如果在以前找到過臨此帖的話，啊，我得罰你一副心經送你。是這麼寫的啊。抬手就是這樣的，為什麼？他的那種感覺就在我心裡頭，就是你跟他有好多共鳴的地方。另外，這種筆觸用尖兒來帶的話，幾乎非常接近於小楷的寫法。在小楷寫法的時候，這筆尖只要是你走筆比較氣脈對的話，你的筆尖已經就跟着你走了。這筆尖會跟着你走，跟着你完成這個筆觸。而且我在寫的過程中，壓根兒它的形狀不是在我的腦子裡頭，它的這種一看，它的這種姿態。所以你說你跟一個人學的時候啊，你不要看他眉毛哪兒動了，鼻子哪兒動了，你看什麼東西？你就看一個感覺。
他就在那待着了啊，这种感觉告訴你就会影响你去写去。那另外呢，我其實平時雖然沒臨他東西，但是我吸收他東西非常多，我就把我吸收的東西感覺一寫出來，跟他就非常的接近了。所以我給大家講的很多地方哈，不是我聽人講的，是我自己從骨子裡面感受到的。而且王羲之也好，褚遂良也好，顏真卿也好，他們在骨子裡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走他的韻律感，只不過他表現出來的不一樣而已，他的骨子裡是一樣一樣的，包括苏东坡，只不過在形態上他姿態不一樣，就跟每個人似的，長相不一樣怎麼辦呢？另外颜真卿也從他這裡脫胎而來，是吧？你脫胎，你寫過顏真卿，你再走他這個筆，不是很輕而易舉嗎？再寫2個字，不翻篇了。看者，者字突出看哪裡呢？看中間這竖，這個日還有這個撇的關係。你看這2個之間的什麼關係？看見了嗎？非常接近，就是一個頂頭，一個不太頂頭的感覺。那麼到這兒就不一樣了，到這兒它出現了穿插。什麼叫穿插呢？大家看，這一個數它是要傾斜了，這個再傾斜的時候，它這個裡面這個下面這個日就變成了和它上面是傾斜，那麼和它有一個相對的感覺了啊，就个頂着感觉。那麼我們再看這2個，這2個裡面你看這個變化就更大了，它整個是滑落、滑掉了、滑走了感覺，這還整個在這裡面啊待住，這已經開始滑落開來了啊，滑落開是什麼呢？活絡了，活絡過程中姿態出來了。那個2個，第一個是這樣的姿態，這樣姿態；第二是扭着的姿態；第3個是滑開來姿態。你看滑開來姿態，你看這很明顯的感覺啊！所以你看這裡面就是有些很有特點的這種感受。這個生字平正，橫豎平正，橫豎平正。你看這兩頭歘拉開來，上面吭頂起來，這不是收回來點回來。看這是走勻，看所有的橫勻，這每一個橫是直的感覺，這橫是彎的感觉。看這個，看什麼？大家看，這橫是向上仰，這個橫是往上頂，這個橫往上壓。同樣仰的不是很厲害，但是頂的很厲害，壓的更厲害。它這種協調者，你看它完全是在動態中的協調。這個呢就是一個局面的一個協調，那麼這個呢就是外形的一個協調。你看這裡面差距就差這麼大，說明什麼？一生他經歷的一個過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個圖像的一個感受，和壓力图像接受壓力的感受，和壓力釋放中的一種柔和的表現，在柔和的過程中的一個非常舒暢，和最後受到了壓力，我產生了變化，但我依然優美，這整個一個過程就出現了。所以最後我們見到的最能代表他的作品就是
雁塔的聖教學。而這种雁塔圣教学这种感受，你不到他那个状态，你体会不到。你就是哎，这个横我挑起来了，这个横我这个斜上去了，这个横我压下来了，意思你知道。但是当你跟着你的感受去走的话，这所有的这些你得到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你越自然越做不到，因为自然的时候表达就是你自己。所以你想做到或者比他更好的话，那你至少你在境界上要超过他。还好能写这个野。笔画还是很灵活，但是表现出来非常稳啊！这就是一个说句老实话，一个非常老道，你感觉它就非常老道。它跟我平时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好，再写一篇，这一篇我就不完全按他写了，我按照我对他的理解写了啊。
你看我自己写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好，这还不算是更好的，再更好的是完全凭我自己感觉写的是会更好了。通篇的感觉我们再試着写一下，就是我只借鉴他了一点東西。这不更舒服了吧？这就是按我自己的感觉加了一点我对他的理解然后写的。这古代人他临帖基本就是这种临法，没有像前面那种。前面那两种呢是加了一点的，就是也有第一个呢就是比较争取跟他临的一样一点的。那麼三種的感觉，把那两张拿回来感受一下。三种的不一样的地方。这個呢是盡可能像他那種感覺似的。當然我說盡可能的，我還沒像同學們一筆一筆的呢。那這個呢就是找着感覺了。那麼這個呢基本是按照自己加他那個感覺到的寫。所以這個過程那麼同時還有另外一個過程。這是我開始臨的時候，慢慢我感受到更深刻了，我能拿到它主要的東西了。所以你看他從這來講，這幾乎沒什麼神采，只有一個大概樣子。這個呢肩膀這個神采就開始露出來了。那如果我自己寫呢，完全自己寫。我是按它順序寫我沒有說跳字什麼的
那這是不是更顯精神呢？是吧？就是自己一碼走出來的東西，而且我受到他一点影響，因为看着他那个字的时候就有影響，所以我经常写字的时候看签字，不看任何人的字，看人字都会有影響的，是吧？但是你看每个笔触非常笃定，每一个環節環環相扣，每一個字因果分明，字與字之間是一種這個互相之間的這種關聯非常的自然，因為它存在，所以這就是自己。當然我寫到這兒的話，我得楷說幾十年的功力，但是而且還是自己寫的時間要佔了相當大的比例，所以才有這種感覺的所以你看你臨寫，那當然我相信，那麼通過講通過看，我又有了新的感受。所以教學相長，我是教學，不是我教你學相長，是我又教的同時我學，然後我在這個教和學之間轉換的過程中我長。當然我相信同學們也會領會很多，因為你手頭上跟不上的時候，你的那種感知會是一個感覺的，如果手裡頭能跟上多少，你的感知會更穩固更扎實，而且會穿插在一起，和你運用的了解着混合在一起。這時候你的審美，如果你的字到了某種程度上，你的審美會幫助你一下就提升起來。為什麼決定講這個審美課多少有一點自私，但是在教學的同時，我又把我過去曾經看過這個帖，通過教學，通過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時候，我又感受深刻了許多。這就是我覺得這個審美會慢慢的提升。那麼當然我也希望把我對美的理解會傳給大家，這種主要是傳給大家這種感受。至於你理解到什麼程度，你認為美到什麼程度，你認為什麼樣是美，這都是你自己的權利和你的能力和你的造化。這個部分最後的結果我控制不了，但是你們經過我這個班裡頭對這個書法的理解，我相信比從來沒有人講過的那些同學們會感受更深刻一些。有的人一下就學雁塔聖教學了，一下就被那些東西弄起來了，不行，我們可能學一個更踏實一點的，更平穩的。但是你要知道它平穩在哪兒，踏實在哪兒，你再去學它。你得到以後，你要把它運化變成你自己，你自己是什麼樣的狀態，你再賦予它什麼狀態。這時候所有這些有營養的東西，所有這些他們走過的過程，你都會了若指掌。你在你自己發展到哪個時期時候，你自然發展的這個過程，你就知道，你會知道下一步會是往哪裡走的。所以以古人為鑑，以古人的這個過程要知道，你不能上來拿雁塔聖教去說這個完美，你然後再找別的問題的時候你就做不到了，或者你單純拿這個形狀去模仿的話，你根本就體會不到它們之間的區別和為什麼產生這種區別。尼坤讚裡面呢，因為我上次講過了，它裡面有些字它根本就不是是宋朝的對皇帝的一些避諱，所以他給抹掉了這個抹掉了有幾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性就是確實有人寫了，是以前人寫的，但是在這個宋朝的時候呢，就覺得就不行了，就不能用它，才把它抹掉了。還有一種說法就是乾脆把這個字就空掉了，但是我覺得抹掉的可能性比較大一點。但這個字呢，有一點點的偏宋人，不太偏這個唐人的字形。他也是把一些字做一些發揮。我們來看在這點來講，跟一闕佛龕還是有異曲同工的妙處的。比如說我們隨便寫幾個字，大家看一看你看他寫的這個稿子實話說，一闕佛龕我基本沒有正式臨過。這個很不好意思這個褚遂良的尼坤讚我也沒正式領過房玄齡碑和這個雁塔聖教序都沒有正式領過，所以完全是
但是我讀可是讀了无数遍了，所以我完全凭着感觉在写。所以这种凭着感觉在写，我们反而有的时候会能体会到更到位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是个稿子，应该他怎么写的这个我都不知道他这个横竖应该怎么写，应该这么写吧。这是他稿子呢，他不是那么写的他是那么写的。这个是用一竖这么拉直了写的我慢慢適應一下那麼英字呢，它做的比較勻，但是它這個勻呢，你看它帶了一些韻出來了這些韻，它所謂的勻呢，是這些所謂的筆畫勻，看見吧，在裡面走動的勻。你看它這個是這麼個勻法。那麼對呢，它就是什麼呢？它為了這個勻，看了嗎？它把這塊做得緊，你看做得很緊。那麼這塊呢又是很緊，它很有這種塊面的感覺，它這個拉開來看很有塊面的感覺。你看這是一個塊這是一個塊，這是一個塊，三塊對在一起。所以它這個字寫的，我們再看那言字最明顯了，這個很翹出去的這一撇，所以它字其實挺好看的，所以很多人喜歡它。它特點在哪裡？特點在你看，就這筆出去特別漂亮它拉出去挺重的，好多人都去學這筆。那麼其他部分，你比如說像朱買臣的買它是這樣的，你看它這頭，它用這種對比的這種筆畫寫它不是這種撇的，它是點出去的。兩點過來的你看臣字也是，你看臣字它整個是個斜的這樣的如果說對字呢，它是這樣的。言字是什麼呢？看它是這樣的，你看它這個字裡面它有這種感受，是吧？就是它把某一方面縮緊了。我們刻印章的時候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這樣的。那麼看有些字就更明顯的，你看我這筆稍微大了一點點。所以你看它這個字特點是什麼看到它這塊面的感了嗎？你看這一塊一塊特別明顯特別明顯的那麼蘇字也是，所以你感覺到，你把這種感覺，這是什麼？這就是一種格調。他把這有些地方這有些地方緊起來了這是一種非常妙的一種調調當然這種調調如果再能夠把它弄得更自如一點，讓別人那麼有點看似有似無的時候你看這樣的好你看這個將字，看它這一豎下來之後，這點兩個集中在這裡，然後看這上面集中在哪兒？集中在上面這裡，然後它下面是什麼？下面是這麼長的一個筆觸，然後這點還在這裡這種密集，那這個如果看不懂的話，這個律字應該看懂了吧？
都挤在哪兒了？都挤在哪兒了？拉出来啊，帅不帥？位子也是这样，你看，都挤在这中间啊。它把这密度高的时候都集中在这个地方，而且密度相当高。这个密度还是高，最后啥？要把这竖拉开啊，夷，你看这夷字，你看这，你有几个它的特点就出来了，是吧？那麼夷字它的特點就是這塊緊的，非常緊的啊，這塊也是緊的，非常緊的，是吧？這塊也是緊的，非常緊的然後這是都是鬆的它個緊密，你看則的這是緊的，這是緊的，這和它是緊的。你再看火，看這是打開的，這是緊的，然後這打開的，這裡面是緊的。看這火咱就說一個簡單的光，這是緊的，這是鬆的。看一個金，看這是緊的，這是旁邊是鬆的。看一個瘦子，上面緊的，還緊，這底下是鬆的。其他的其，這是緊的，看多緊，就是這麼緊，這是鬆的，然後這還是緊的。好，我們再看魚，看這上面鬆了一個框，但底下鬆，這是緊的，這是緊的。好，我們再看一個最後一個度，這都是打開的，看這是打開的，是吧？看開始緊，還緊，這才鬆的。看底下鬆，這都是緊的，我還沒它緊呢，因為我自己習慣不是這麼寫的我習慣是這麼寫的這是我的特點，跟它特點就不一樣。看文字不寫了，不是說看這是緊的，這是鬆的，所以在緊鬆之間的變化非常之大，這就是它的特點。我們來看看大字音符經。大字音符經，我認為大字音符經和褚遂良的《倪寬贊》都不是他本人作品，但是倪寬贊接近一點，大字音符經不行，因為褚遂良寫大字音符經的年齡也很大了，但是在這裡來講呢，他大字音符經寫的非常的可以說是形體上來講是一種野性，它絕不是像褚遂良這麼一個一生中都是從幾歲就在這個為官的這個父親褚亮的帶領下，然後跟隨他的來回的這種去到處去為官去，這官場上的變化是一種相對處處知道小心謹慎的一個過程，不是像這裡邊天性的，這個天性完全是打開的絕對不是，褚遂良絕對不會說寫這種筆觸，你打死他也不會的，所以這就不對了。你看他這個賊，你看他這都是這種筆觸，
看了啊，你看这个心，这种笔触，你楚辞阳怎么会写这种笔触呢？鸡，这种笔触看了，这种笔触，也，知，这种笔触，那哪会去？不可能的。这个乙，定，我能感受。问题是你要能感受它的话，你就会感受它不会写这种字的。骨子里不是，但是形状有点像。你比如说这有些字确實很像，你像這種兒字它也不會寫的，就是父字。為什麼不會寫呢？大家看，我給總結一下，剛才從它野性上的寫的啊，父字，它這兩筆啊絕對不能平行的。它不是說它想平行，它不平行。像那個沙字啊，這種筆畫啊，像這種筆畫啊，這種只要是這麼一劃出來，它就不是書法家的筆畫。這書法家一寫完之後，它兩個是不一樣的。因為他書法家走的是韻，這韻就不能叉叉叉叉這種韻走，他叉叉叉叉，他就會有一些，總有一些完全不。你看他這個反字，你看他過來之後，你看這兩個重的，我是誠心重的啊，我要不誠心重的話，我怎麼也重不到一起，就壓根就不可能。像發字，你看這兩筆，就書法家過來發，這兩筆是絕對不可能一樣的。就明顯，這個當你發現書法家這個大家和一般的寫字的人之間的差距就在哪兒呢？書法家因為他每一個筆畫之間的這種來回的這種，它不是由你視覺中的兩個重複筆或者哪個位置來決定的，它是在書寫中完全是以一種韻律帶動的。當你韻律帶動的時候，它就壓根就不可能出現叉叉這類個完全相同的這種韻出來，這就不是書法家做出來的東西，所以不講它了，楚辭陽啊，陰符經就不講了。那麼雖然我們準備了很多，但是我認為講到這個時候，該講已經講完了，剩下的大家可以去體驗。我們可以把這個圖慢慢的再給大家，讓大家去通過我們做出來的圖，再去加深我們自己的感受。講了再多，最主要是看你自己能不能感受到哪裡。你自己感受的越多，那說明我教的效果出來了。如果大家我講的是怎麼回事，等自己看不是那麼回事的時候，等於說大家就聽個熱鬧而已，這不是我要講課的目的。